竟这些说法，你是不是经常听到有人说，50、60岁了，护肤品就没用了，只能靠医美了？中年往后就得用贵妇产品了，普通护肤品不行了。越上了年纪，想要祛斑就越要去角质，只有脱一层皮才能重新焕发青春。皮肤越是松垮，就越要上猛药，上 A 醇，不红不疼，那就代表不管用。他们是真的基于科学说的，还是在利用我们的焦虑呢？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熟龄肌，特别是50、60岁的人，他们怎么护肤，怎么选产品。给你一个不同的护肤视角，拆掉那些被广告包装的共识。本期算是我很久之前就想聊的一期内容，因为我发现这个市场上针对熟龄肌，尤其是针对50、60岁以上人群的护肤的需求所对应的产品真不算多。虽然很多产品它也是主打抗衰的，也是说自己是针对熟龄肌制作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要么是这个成分其实可能并不适合临近更年期或者进入更年期的人的护肤需求，要么它这个成分虽然是合适的，但是这个产品整体做的滋润度都不够，并不能满足熟龄肌对于皮肤的这个基础的保湿要求。最后呢，就导致真正抱着期望过来选熟龄肌产品的这些人呢，他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选一些接近的或者其他的产品。我一直觉得对美的追求没有年龄门槛，每一个阶段的皮肤都值得被理解、被认真对待，所以呢，做了这一期内容。虽然主要是说熟龄肌，尤其是针对45岁以上，像50到60这个年龄阶段的护肤需求，但是呢，没到中年阶段的朋友呢，也可以听听，可以替自己的爸妈学习学习，或者呢，咱自己提前心里有个数。我们先说女性，再说男性，因为女性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女性进入到45岁以上之后，会经历2个关键的生理阶段。一个阶段是这个身体有非常强烈的、有剧烈的更年期的那些不适感，比如说月经开始不规律了，它这个量呢开始有变化了。这个时候呢，皮肤还可能会突然开始反复起湿疹、反复过敏，或者呢，本来一个产品呢用好多年了，用得好好的，突然就过敏了。还有些人呢，在这个阶段，突然又开始长痘痘了。总之呢，我们这个身体的各种系统就跟疯了一样。这个阶段就叫做围绝经期。第2个阶段呢，就是说我们度过了这个围绝经期，度过了更年期之后，虽然各项生理指标都开始稳定了，也不那么容易过敏了，也不反复湿疹了，但是此时皮肤就开始日渐更容易干燥，皱纹加深，皮肤松垮，整个就跟脱了水一样的就干瘪下去了。这个阶段呢，就叫做绝经后期。那这2个阶段，因为它呈现出来的皮肤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护肤重点也不一样。而造成它们有这么大区别的核心原因，就是我们的激素水平变化。为绝经期的时候，我们的激素分泌水平它是忽高忽低的，波动非常剧烈。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它们的反应更加的敏感，免疫系统呢也更不稳定，所以此时身体里面的炎症就更容易被触发、被放大。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们护肤的第1原则就是稳住炎症。你肯定觉得这跟那些广告里头说的可不一样啊。他们会说，你越不稳定就越要用 A 醇，因为只有用 A 醇才能把你的皮肤的状态给拉回来。他们会说，你越敏感就越要去角质，因为只有脱一层皮，你才能重新开始。要我说，这些它都不是抗老，这是在赌呢。如果你皮肤扛住了，算你赌赢了，那你也会消耗自身的恢复能力。那如果没扛住，商家赌赢了，那代价就是你会反复敏感，会湿疹大爆发，会超级不舒服。然后此时商家就趁机告诉你说，你看普通的护肤品没用了吧，咱们得医美了。商家倒是利用我们的焦虑逻辑闭环了，但是我们呢就被彻底的带了节奏，钱呢也算是白花。最重要的是，费了一大堆劲回来，你的皮肤最好也不过就是回到原点而已。
虽然我并不反对医美，但是我不支持用医美替代护肤，因为医美它解决的是快速改变皮肤外观这件事儿，它不负责调理，它也不负责去长期的改善一个皮肤问题。随着人上了年纪，其实就越需要稳定而温和的护肤，要把这皮肤照顾保护好。那这个阶段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就看一点，你到底有没有炎症。如果我们的皮肤有炎症，那这个时候什么抗老啊、美白啊、祛斑啊，这些咱们就都别考虑了，咱们就踏踏实实的稳住炎症。那在选产品和成分的时候，也是一个主题，就是舒缓加抗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主要选含 B5 的、含伊克多因的、含1609的、含红没药醇的，或者呢，比如说含积雪草的等等成分的一些舒缓抗炎的产品。那如果你说我现在没有炎症，我没有过敏，此时我们就可以去选兼顾抗炎的美白或者抗老的产品。比如说，如果想美白、想淡斑，我们可以去选氨甲环酸，这个成分是一个可以兼顾舒缓抗炎和美白淡斑的好成分。那这些产品都是可以选的。那如果我们想抗老，我们可以选胶原蛋白和 PDRN 这一类的抗老成分，因为它可以兼顾抗炎和修护。那像这些产品都是可以选的。然后还要嘱咐两句，除了高浓度的 A 醇、A 酸、高浓度的 VC 以外，还有一些有明确刺激性的成分，我们也要避免一下。比如说像酸类，像乙醇酸、杏仁酸、水杨酸这类的，或者酒精以及烈性防腐剂，比如说像甲基异塞唑林酮或者甲基氯异塞唑林酮这类的，以及甲醛释放体防腐剂，像咪唑烷基尿，这类的防腐剂，它都很有刺激性，我们要避免一下。做到了上面说的这些，其实在围绝经期护肤可以做到的事情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你现在的皮肤有炎症，处在急性过敏期的话，而且尤其是反复起湿疹、反复好不了的时候，那可能护肤品它就搞不定了。这个时候咱们别等待，一定要去医院看皮肤科。此时医生可能会给你开一些药膏，比如像塔可莫司或者糖皮质激素这样的药膏，它们都有助于稳定你的症状，来达到一个长期的这个调整效果。总结来说，就是在围绝经期，我们就记住2个字，就是抗炎。想祛斑抗老的，咱们就先看看自己有没有炎症，如果有的话，就先别想了，先专心抗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选择兼顾抗炎的美白抗老产品去用。下面我们继续说绝经之后的阶段该怎么护肤。绝经之后，身体的激素水平会处在一个虽然稳定，但是长期处在低位的这么一个阶段。虽然围绝经期那种反复发炎、反复过敏的现象会逐渐的有所好转，但是长期这个偏低的激素水平会让皮肤合成各种结构性物质的能力下降，比如说合成胶原蛋白的能力下降了，合成玻尿酸的能力也下降了。这个时候皮肤的结构性的物质就容易流失，皮肤整体的体积感就容易减少。所以呢，我们此时的皮肤就会呈现出一种叫做干瘪式衰老的状态。你会发现，虽然皮肤看起来比之前稳定了一些，但是皮肤就越来越干了，而且越来越松垮，没有弹性。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护肤目标就又不同了，它不再是抗炎，但是也不可能重回年轻，而是要好好的去照顾好你的皮肤。那这个阶段我们的关键就2字儿，舒服。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就会说，那贵妇产品使用起来都非常爽，非常舒服，体验感贼好，那不是很适合这个阶段用吗？但是我想说，贵妇品牌这个评价，它其实是基于品牌的定价还有品牌的故事来决定的，它并不是基于功能去判断的。贵妇品牌里头也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先伤后修，让皮肤一点也不舒服的产品，比如说像圣罗兰他们有名的那支液精华，一边呢用高浓度的酸去给你剥脱角质，一边呢给你往里头补油，就是典型的先伤后修，让你这皮肤呢就没完没了的加班促生工作。这一类的产品它就已经不适合绝经后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了。绝经后的皮肤呢，不管你是想要淡斑还是想要抗老，咱们都要记住一条，就是不能让这个皮肤累着，不能让皮肤太疲劳。
此时呢，不管是这些先伤后修的，还是那些促生类的，让皮肤细胞加班的这一类的成分，都不适合这个阶段，因为这一类成分都会让这个皮肤更疲劳、更累。它一累，它就容易敏感，一敏感你就老得更快。所以我们选护肤品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温和、舒适又滋补的成分和产品。比如说想抗老的话，我们就选玻色因和填充型的玻尿酸，而不是 A 醇。想美白淡斑的话呢，我们可以选 VC 的油溶性的衍生物，而不是烟酰胺或者377。总结一下说呢，就是在这个阶段，不管是选成分还是选产品，一切以舒适为原则，用的产品呢都非常温和安全，就是这个阶段最好的护肤方式。对比女性呢，男性在这个阶段的护肤思路就更加的简洁。对于男性来说，核心一点就是不看具体的年龄，而是看皮肤的状态，处在哪个阶段就用哪个阶段的产品。因为男性呢，他不涉及到那么剧烈的激素波动和变化，他只要根据自己自身和皮肤的状态去判断自己处在抗老的第几个阶段，结合我们之前讲的3+1抗老法。比如说，如果你到了真性皱纹阶段，那我们就看 A 醇家族的产品；如果你到了松垮干瘪阶段，那我们就看玻色因和填充型玻尿酸之类的产品。根据状态对成分和产品对号入座就 OK。上述的内容都讲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护肤的时候，难点从来都不只是到底需要买什么，而是首先要清楚地认识自己到底处在身体的哪个阶段。护肤呢，不是对抗时间，而是在每一个阶段选择最适合自己状态的那个产品，用最合适的方式照顾好自己的皮肤，选对方向远比叠加功效更重要。我是配方师星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另外呢，会员频道会每个月更新2到3期的会员答疑1对1的播客，为你解决属于你的护肤问题，并且呢还会不定期的在会员区贴吧来分享产品测试的资料和数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